我为了救孩子们，与5个人贩子同归于尽。黑白无常容许我借尸还魂3次，还额外送了我一个系统作为保障。第一次我选了相府庶女，却没想到刚一睁眼，诈尸了！姑妈，去取一包砒霜来，我还不信弄不死了。什么意思？怎么就要用上砒霜了？救命啊！谋杀！就这么浪费了1次机会。第2次我选皇室公主。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的。没想到这次更倒霉，都还没看到是谁就挂了。看来只有宫女可选了。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的。第3次因为撞见贤妃谋害公主，吓得发起了高烧，幸好系统给了1颗退烧药，才好不容易活下来，但是也欠了狗系统100积分。要不要这么坑啊？这没有能安心躺平的身份吗？他瞄的垃圾穿越垃圾系统啊！深更半夜鬼哭狼嚎，你是活腻了不成？来人，给我掌嘴！是。他喵的，心情刚稍微好一点，麻烦就找上门来了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容嬷嬷，这么晚过来欺负我的人，怕是不合适吧？你的人深更半夜不睡觉，在屋里鬼哭狼嚎，不替你管教一下怎么了？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操心，请回吧。小蹄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还有你，再不好好管教下人，他们迟早会害死你！不送。秋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奴婢也不清楚。快天黑的时候，青罗着急忙慌地跑回来，接着就发起了高烧，身体烫得吓人，嘴里不停念着别杀我，接着就不省人事了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就跑过去找您来看看，后面就是您看到的那样。青罗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对呀，第3个对象可不叫青罗嘛，青色的萝卜，还怪好听的呢。只可惜自己的脑子只记得贤妃推小公主下水的那一段了，完全没有原主的任何记忆啊！脑子不会烧坏了吧？嬷嬷恕罪，青罗估计是烧坏了脑子。等她好一些，我就带着她去向您赔罪。好，秋葵，你好好照顾她。是。青罗，你怎么了？你叫秋葵？对啊，你记起来了吗？没有，刚刚听到那个人叫你。哦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今晚你就在这儿睡吧，寅时记得去禁书殿集合。集合干什么？当然是打扫皇宫啊！你不记得，我就再给你讲一遍。我们是寅时集合，张嬷嬷会安排每个人负责打扫的区域，然后4时放饭，再接着打扫，再到申时第2顿饭，再打扫到酉时就可以休息了。寅时就是凌晨3点啊，就是说我得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凌晨3点啊，夜猫子没睡的时间就要起床啊。最丧心病宫道都要打扫，每个宫殿都要打扫，皇宫几天不得累死啊！与这个相比，我以前的996简直是洒水啊！你大病初愈，我现在去向嬷嬷给你请1天假，你今天好好休息吧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反正已经这样了，活着就好。公公，就是他，这小蹄子平日里负责打扫御花园外围，昨天大公主出事那个时候，他正巧就在附近，而且他一回来就发了疯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仰着头哭什么辣舅穿越、辣舅系统之类的妖言邪语。老奴好心来查看，他竟像鬼上身了一样，抄起扫把就打人。公公明鉴，他定是做了亏心事，害了主子，被冤魂索命下疯了。好家伙，这老妖婆不仅记仇，还借刀杀人。昨天傍晚原主确实在现场，这要是被带进慎刑司严刑打，以他现在这具身板，绝对活不过2集。还好我这么多年职场不是白混的，此时绝对不能喊冤说我什么都没看，也不能攀咬贤妃。我必须用一套完美的逻辑，把容嬷嬷的铁证变成一个笑话。公公明鉴，奴婢冤枉啊！奴婢昨日确实在御花园外围，但奴婢当时被吓疯了，是因为撞见了一条手臂粗的黑体白毛大蛇，那蛇直冲奴婢面门而来，奴婢吓得魂飞魄散，一脚踩空掉进了荒废的冷水沟里，一路跑回来就发了高热，烧得人事不知。那你半夜口出狂言，殴打打管事嬷嬷又作何解释？公公，奴婢那是烧糊涂了，把容嬷嬷当成来索命的恶鬼了呀！奴婢当时脑子里像火烧一样，以为自己已经在阴曹地府，嘴里喊的什么辣货，是奴婢家乡话里拉紧的意思。奴婢是想求阴差大哥拉紧绳子，别让恶鬼吃我。结果一睁眼就看见容嬷嬷凶神恶煞带着人冲进来要打死我，奴婢在梦里梦外都被吓破了胆，这才挥舞扫帚拼命的。你这个小贱蹄子，满口胡言！李公公，这丫头昨晚确实烧得浑身滚烫，我这里的秋锤可以作证。这人在高热下发癔症，说胡话也是有的。只是容嬷嬷大半夜带人踢门喊打喊杀，难怪把这丫头吓得把你当成了索命的恶鬼呢。行了，既然案发时你在附近，还得去我慎刑司问个话，带走。小丫头，
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咱家的鞭子硬？公公，您的右边肩膀是不是一到阴雨天就酸痛难忍？胳膊一抬过头顶，后脑勺发麻，手指还抽筋发抖。这隐疾折磨了我5年，太医都是敷衍了事，这小宫女怎么一眼看出来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公公，您这是常年待在阴湿处，加上高强度重复挥臂导致的严重肩角炎压迫神经。您刚才那鞭子要是硬挥下来，以后连茶碗都端不起来了。奴婢懂一套推拿手法，您让我试一次，按不好您再抽死我。公公，得罪了。哎呦，疼！公公忍住，痛则不痛，我再帮您拨筋。公公，您再抬手试试。神了，真神了！青罗姑娘，你这手艺比太医院还高明。来人，快给青罗姑娘赐座，上好茶。检测到宿主利用现代职场病理化险为夷，完成隐藏成就，慎行司的金牌技师，奖励15积分，当前积分负85分。别人进慎行司掉皮，您进慎行司搞副业，真乃天选打工人。娘娘，昨日傍晚有个叫青罗的洒澡宫女刚好在御花园外围，奴婢担心她可能撞见了小公主落水的事，要不要也一并？这种事还用本宫教你？手脚麻利些，做得干净点儿。是，奴婢明白。青罗，快起来！凌晨3点了，周扒皮都不敢这么排班，我的命也是命啊！西嫔娘娘驾到，楚王殿下路过，淑妃娘娘起驾。这哪是来扫地的，这分明是来做深蹲集训的。我以前在公司见老板都没这么卑微过。皇上驾到！这古代的95之尊到底长啥样？是不是地中海啤酒肚？这颜值，不去混内娱简直是人类的损失啊！放肆！曹公公息怒，陛下恕罪。这孩子是头一回近身当吃，年纪小，眼生胆怯，方才是被这浩荡的仪仗声惊着了，一时失了神，绝非有意仰视天颜，是奴婢没有提前叮嘱周全，教导无方，应了圣驾，奴婢罪该万死。完了，因为多看了一眼老板的脸，要被当场开除了，我这才穿越第2天啊！走吧。起驾回宫。青罗，不好了，张嬷嬷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慢慢说。是曹公公派人传了口谕，说咱们岛上惊扰了圣驾，念在诸犯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他把行刑的事交给了容嬷嬷，足足打了张嬷嬷30大板啊！什么？死狗皇帝，不就是多看了你一眼吗？你是看一眼能掉块肉，还是能少块金子？张口就是30大板，简直是草菅人命的封建毒雷！嬷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好了，都下去吧，你们以后多留点心眼儿。我这把老骨头不是每一次都能保得住你们的。张嬷嬷30大板的血债，我青罗绝对要从容嬷那个老妖婆身上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高危预警，检测到宿主背后有一道致命威胁正在靠近，距离0.5米。哎呀，迟了，建议宿主立刻闭眼，这样走的安详点。救命！防备柔弱小白花，晚上冷血杀手。他下一个不会要为了灭口把我也干了吧？检测到宿主目凶杀现场，系统温馨提示：如果您现在把地上的血迹擦干净，顺便毁尸灭迹，可以获得10点积分哦。滚啊！青罗姐姐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害你的。之前好几次我受了重伤，都是你偷偷把我救回来的。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我就是自己死也绝不对恩人下手。那就好，谢天谢地，感谢原主结下的善缘，这下小命算是彻底保住了。秋葵，你武功那么厉害，都是跟谁学的？你不想说就算了，千万别哭啊！姐姐，我现在还不能说，等过几天有机会了，我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。坑够深了，姐姐搭把手，把人扔进去填土吧。这姑娘的情绪管理太绝了，不去拿奥斯卡简直屈才了。
喜宿主，您的清道夫手法极其专业，获得奖励积分加10，当前积分负75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院里的大忙人吗？莫不是那个老东西终于断气了？你们俩这么晚，是赶着去把他给埋了吧？呸！老妖婆，要挂也是你先挂。我家嬷嬷福大命大，身子骨好着呢。你个贱婢，反了你了！青罗姑娘可是咱家的好友，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张嬷嬷下不了床，你们统一归我管。现在立刻给我滚去炊事局，准备公主葬典午膳。出一点差错，你们就都等着给公主陪葬吧。我们走。秋葵，秋葵，皇上驾到！青罗啊青罗，你要不要这么颜狗？这可是昨天害得张嬷嬷差点被打死的渣男老板啊！但他喵的，他就算摆着一张死人脸，也是真的帅啊！有刺客！护驾！护驾！快保护皇上！我操！天上掉下个吐血的林妹妹，不对，是吐血的狗皇帝啊！不是我要占他便宜啊，是他自己飞到我怀里的。我抱着狗皇帝完全没压力呀，别人叫公主抱，我这个应该叫狗皇帝抱吧。地下那位女驾驶，你还愣着干啥呢？快带着皇上跑啊！要命了！放肆！还不快把朕放下！遵命，奴婢这就放。皇上啊，来人呐！这丫头也是刺客同党，她要摔死皇上啊！拿下，快把她拿下！不是你让我放下的吗？我都听话放下了，怎么还成刺客了？叮！恭喜宿主达成极其罕见的硬核成就——帝王陨落补刀版，预计2分钟后将被嘎掉。毁灭吧，赶紧的，这破办是1天也上不下去了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极限救驾成就，保住了皇帝的狗命，特发巨额奖励积分200点，当前积分185点。我去你大爷的！命都没了，要这破积分有什么用？温馨提示：皇帝中了一种极其罕见的奇毒，导致经脉逆行，内力全失。只要宿主能治好它，不仅能保住小命，说不定还一飞冲天哦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老娘前世就是个敲键盘的，拿什么解？您可以花积分买呀，早已为您准备了神医全套优惠包，只要人还没死透，统统都能救回来，只要150积分哦。狗资本家，有这种外挂怎么不早说？您又没问我，关我屁事儿！我尼玛！大胆狂徒，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来人，给我砍了！放开我！我不是刺客，我能给皇上解毒。这狗皇帝皮肤真白啊，但是身上冷得吓人。青罗姑娘，你这都快摸了1刻钟了，再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恐怕得人头落地了。狗系统，别卡壳啊，快加载啊！接收到宿主目前状态比较紧急，只需要看一条60秒的广告，就可提前核知全部症状哦。我看你大爷的，快点播放吧！皇上中的奇毒乃7星动骨散，此毒极其阴损，折伏于心脉，一旦您强行运功，毒气便会顺着内力反噬，导致经脉逆行，痛不欲生。既然你能看出此毒，可知解法？自然是知的。知个屁呀！我刚刚买的医疗包包进度才走到10%，医学知识灌输也是需要时间的，好吧？此毒极为霸道，非寻常药力可解。奴婢需要一间绝对清净的独立药房，去仔细推讨药方，配比药材，还望皇上恩准。好，朕准了。解毒期间，这块金牌由你掌管。凭此金牌，皇宫内外一切珍稀药材，所有太医，甚至6局1司的人手，任你调遣。但若是你敢拿假药方来糊弄朕，或者半路逃跑，朕保证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奴婢领旨谢恩，皇上您就放120个心吧。叫我过来做什么？铁狼，你太心急了，他早已毒气攻心，活不了几天了。人不是我安排的。看来要他命的人很多啊。不过我还是想亲眼看到他毒发身亡，痛不欲生，在地上打滚的样子。铁狼，整整2天了，那个青罗连个影子都没见到。他到底是在配制解药，
还是拿着朕的金牌跑路了？去给朕查！老奴遵旨。好烫！王太医那片毛肚是我的，你别跟我抢！哎呦，青罗姑娘，您这麻辣底料配上百年老山参熬出来的红油，简直是人间极品啊！大胆！好啊，你这个小宫女，皇上连御赐金牌都给了你，你不在药房里配解药，居然带着一帮太医在这里胡吃海喝！我操！完了！为了接收神医优惠包，昏睡了一天一夜，醒来后来太医院找药材，结果看到库房的极品人参枸杞当归，就想着吃个火锅，那个狗皇帝的事完全忘记了。我们这是进行靶向10服临床试验。什么靶向？什么试验？皇上种的是7星冻骨散，乃是极寒之毒。奴婢借着火锅的形式，看看能不能从食疗上加快皇上解毒的速度。对，青罗姑娘所言极是，老朽正在以身试药，测试这火锅冲不冲。好，那就请神医尽快出个结果了。若是再拖延下去，皇上那边就该怀疑你的能力了。这金牌能保你吃香喝辣，也能随时要了你的脑袋，好自为之。吓死老娘了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老娘这波救驾之功，不赏个黄金万两，封个郡主，都对不起我这150积分的投资。曹公公，把金牌收回来。你解毒有功，朕赏罚分明。传朕旨意，擢升洒草宫女青罗为6上局大总管。退下来。过河拆桥也没有这么快的吧？刚把狗皇帝从阎王殿拉回来，他就卸磨杀驴，想白嫖老娘的医术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奴婢多谢皇上隆恩浩荡。方才那碗药解去了皇上体内60%的寒毒，至于剩下的，估计也用不上奴才了。那奴才就告退了。3、2、1，开口求我吧，狗皇帝！狗皇帝！去，盯着他。奴才遵旨。账单结算，宿主购买神医全套优惠包，花费150积分，完成地狱级任务帝王救赎，奖励500积分，激活职位6上局大总管，奖励100积分，当前积分总余额635。都怪老奴瞎了眼，得罪了总管大人。求大人看在老奴一把年纪的份上，把老奴当个屁给放了吧。你是说那个叫青罗的，竟然把狗皇帝的毒给解了？毒大概解了60%。皇帝的内力应该恢复了大半，而且我派去除掉宫女的玄字号杀手，至今未回。废了，全废了！这小不仅坏了我们的大计，还成了御前红人。求大人看在老奴一把年纪的份上，把老奴当个屁给放了吧！你当初陷害我的事，我可以先放一边。但是上次那30大板，曹公公的意思只是走个过场，你却公报私仇，将张嬷嬷打了个半死。大人饶命啊！都是老奴昏了头了。来人，把这刁奴拖下去，重打30大板。打完之后赤夺宫籍，逐出宫去，永不录用。是。总管饶命啊！总管饶命啊！等狗皇帝恢复了，他的手段你是知道的，必须马上动手。天字号。好，那就请4名天字杀手出动，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，我要狗皇帝和那个今晚就身首异处。青罗姐姐，其实我不是普通的宫女，我是5年前那场震动朝纲的。有刺客，出下！不行，这样下去，青罗必死无疑。哼，毫不留情，去死吧！他已经恢复了，我们快走！秋葵，你醒醒！警告，目标人物生命垂危，您这个神医再不救他，那可就真的凉了。对啊，老娘现在是神医，竟然把这个给忘记了。青罗大总管，
救命啊！快跟我去养心殿，皇上遇刺，强行出手，寒毒全面爆发，快不行了！我现在带秋葵去养心殿，你赶紧去把太医院全给我踢醒，带上最好的药材，到养心殿集合，快去！嚼，给我用力嚼！吃大户的补药，阎王爷带不走你！大总管，皇上意识微弱，药根本灌不进去呀！狗皇帝，为了救你，老娘前世今生的初吻都只能奉献给你了。平稳了，迈向平稳了，皇上和这位姑娘都挺过来了。大总管，你可是救驾的头号功臣啊！老奴给你磕头了。别磕头了，赶紧拿只烧鸡来给我补充一下体力。老娘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去见太奶了。我尼玛，不带这么玩的吧？刚打完精英怪，直接刷满级大 BOSS， 一个不留。青罗姑娘，左侧雕龙柱上有机关，快让皇上走！皇上，老奴先走一步了。青罗姑娘，一定要保护好皇上。我答应你。少阁主，他们逃了！该死！都还活着，太棒了！这是皇陵，这就是狗皇帝给自己留的退路吧？谢天谢地，有吃的。狗皇帝，青罗姐姐，拿旁边的石头砸碎他的脑袋，替我报仇！秋葵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才答应曹公公要保护他，现在要把他砸死，我实在下不了手啊！昏君，你杀我全家，你晚上睡觉难道就听不到杨家和铁家上下200多口冤魂在向你索命吗？你是杨震的女儿？哼！杨震与铁怀义私通敌国，害得我皇兄战死边关，朕岂能绕过他们？我操，惊天大瓜啊！爹爹一生两袖清风，连一件像样的冬衣都舍不得偏执，怎么可能为了区区几万两白银就去通敌叛国？那信物肯定是太师伪造的。太师？难道真的是朕错了？朕向你承诺，若朕能活着走出皇陵，定会彻查太师。若当年之事真是他一手策划，朕发誓必将他千刀万剐，九族尽诛，还你杨家和铁家一个清白。来，秋葵，先吃点东西吧。给朕把水囊递过来，那肉干太硬，用匕首切成薄片，再喂给朕。我尼玛！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处境有什么误会啊，大哥？还切成薄片？行，你等着吧。你放肆！皇上，麻烦您认清一下现实，这里没有御膳房，只有我这个救了你的命还兼职护宫的大总管。想吃肉？可以，说句青罗总管辛苦了，我就喂你，要不然你就搁这吃土吧。不说是吧？那您就继续饿着吧。报应，这都是报应啊！朕登基5载，后宫嫔妃接连小产，好不容易生下来的皇子公主也都相继离奇夭折，真是报应啊！等一下，皇上，大公主不是意外，是被贤妃推下水淹死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亲眼看到的。大公主落水的那天，我就在御花园假山后面打扫。太师，贤妃，好一对父女。原来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太可怜了。皇上，我知道你心里比刀割还难受，但你得活下去。你活下去，
才能为你的亲人和子女报仇。来，张嘴，吃一口。没事的，都过去了。吃饱了，睡一觉。醒了之后，咱们一起去把那些欺负你的人全都收拾了。皇陵深处有一条绝密泄洪道，我们顺着通道下去，可以直达城外30里的燕子埠。皇兄麾下最精锐的镇北铁骑，如今一直驻扎在边关。朕先去联络这支救兵。我是天机阁阁主的挂名弟子，我去天机阁找找以前的资料，说不定能找到与5年前有关的线索。我尼玛，你们都有隐藏身份和外挂，我能干啥？总不能说我要去太师府应聘保洁吧？青罗，你不会武功，就留在皇陵吧。你们一个管打仗，一个管情报，那我就深入敌后。我去查太师造假的卷宗和物证，我们分头行动，3管齐下。好，若遇到危险，去城东的聚宝当铺，那是朕的私产，自己小心，别死了。查什么卷宗啊！老娘现在要吃口热乎的。狗皇帝给我信物，不就是要我拿着公款吃喝的吗？小二，给老娘来一只最肥的烧鸡，切2斤酱牛肉，再来1壶好酒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宫里出大事了。早听说了。前几日皇上在养心殿遇刺，听说几千名刺客把皇帝刺成了筛子，皇上当场就驾崩了，连曹公公都殉职了，皇上的子嗣全都折了，连个带把的都没有留下啊！那谁来继承大统？这还用问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太师乃3朝元老，又手握兵权。听说昨儿个一早，满朝文武已在太和殿外跪请太师主持大局了。据说太师推辞了3次，最后才勉强的答应了。3日后，太师就要在天坛祭天，直接举行登基大典。3日后这么急？嘘，小声点。当初你强行将我送进宫，现在一切都如你所愿了，你该开心了。我的好女儿，只要我当上皇帝，任何要求你尽管提。其他的我没兴趣。你当上皇帝后，我便和铁狼远走高飞。好，好，好，爹都答应你。听钦天监的术士说，3日后是罕见的雷暴天气，你不怕遭雷劈吗？哼，打雷又如何？老夫这辈子杀的人都可以堆成一座山了。再说了，登基当天有不长眼的人出来闹事，到时候杀几只鸡，连洗地的水都省了。萧彻去边关找旧部，就算找到了，3天时间也根本来不及。秋葵也重伤未愈，情报网再牛也阻止不了这场登基大典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这老王八蛋得逞。等他当上皇帝，我们哪还有活命的机会啊？正愁怎么混进去呢，这不就是瞌睡送枕头吗？看病，老娘可是神医呀！你这个庸医，这点小病都看不好，留你有什么用？来人，给我剁碎了去喂哮天！老爷，这位是青眸医仙，刚才就是他接的榜。我操，草率了，冲动是魔鬼啊！不，这个太师是魔鬼啊！青眸医仙，久仰大名啊！事关3日后的登基大典，老夫的夫人就拜托你了。医仙里边请。如果我不治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就跟前面那个太医一样。我开玩笑的，我们去给夫人治病吧。夫人，您这脉象色滞，气血逆流，显然是心中压了极重的心事，夜夜难寐。不知夫人到底有什么郁结？作为太师的老婆，她肯定是知道一些情况的。我来炸一炸她。民女略懂一些奇门遁甲，绝对不会看错。夫人夜夜惊梦，淡汗心悸，便是因为那些冤魂在您身边徘徊。夫人若想活命，民女必须立刻开坛做法，为您引渡冤魂，消除孽障。而且做法时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你们都给我出去，谁也不许靠近半步。是夫人。领导天天画大饼，前程似锦说得美，加班加到腿发软，工资依旧不见涨，大会小会连轴转，废话连篇不着边，条条规矩压着你，埋头苦干像老驴，像老驴。夫人，他们希望您能诚心的忏悔，替太师向他们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他害死了那么多人，甚至连我们的女儿都毁了。既然知罪，并当赎罪。那害死忠良的铁证究竟藏在何处？
在书房，他的秘密在书房里。我操！真的就这样问出来了，这也行？夫人的气色果然大好，神医当真手段好。太师谬赞，夫人只需安心静养2日，待到大典之日，自会凤仪万千，光彩夺目。老狐狸，让你全家都死光光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很好。管家，带神医去账房直取1万两黄金，再好生送神医出府，切莫怠慢了。是老爷，神医，请随老奴来吧。我操！1万两黄金，这哪是太师府，这分明是古代中央银行啊！这条路越走越偏，连个巡逻的都看不见了。太师府的财务室这么偏吗？我操！难道他们要卸磨杀罗？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弄死这个狗管家？不能，本系统只能作用在你身上。那你把我变成武林高手，本系统只能灌输知识，就您这身板还高手？切！这账房挺偏的哈，我的黄金呢？神医，老爷说了，赏你黄金1万两。不过嘛，这1万两黄金得等老奴烧给你，你去阴曹地府里慢慢花吧。系统大大，我不想死啊，快想一个办法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快说是什么办法？就是让他捅几刀，然后装死。你这么胖，应该捅不到要害。我去你大爷的，老娘先弄死你！没事吧？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天机阁的事委托我师姐去查了，我怕你出什么事，就先赶过来了。镇北铁骑的旧部已经接触上，朕怕你坏了朕的大计，顺道过来看看罢了。什么顺道看看？明明就是放心不下我，火急火燎的赶回来救场的。这俩保镖老娘没白疼啊！此地不宜久留，太师府戒备森严，巡逻的暗卫很快就会发现尸体，立即走。抓紧我带你出去。起。秋才，你是不是内伤还没好啊？皇上，要不咱走后门？少废话！1、2、3，走你！这绣的是什么东西？金龙的眼睛毫无神识，这鳞片绣得像条死鱼，还有这腰身，把老夫勒得像个臃肿的商贾。换，给老夫换！太师饶命，这已经是第108套龙袍了。108套又如何？老夫要的是震慑百官的龙威。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若是没有老夫满意的，你们全都得人头落地。这老贼疯了！为了顺利登基，他竟拿大宁的3座城池做交易，让突厥人死死拖住了边关大军。朕费尽心机，这次只带回了100死士。不仅如此，老贼极其挑剔，接连废了100多套龙袍。新管家正在重金悬赏顶尖绣娘，连夜赶工。我给太师夫人治病时，用冤魂炸了他一下。太师勾结外敌，陷害杨铁2家的铁证，就藏在他的书房里。我去书房找证据。那朕去谋划谋划，大典那日，给这老贼来一个出其不意。正面打不过，老娘就给你上个物理 WiFi。那我就去给太师量身定制一份登基大礼。各位同僚，想好了吗？是顺天应人，还是九族尽灭？魏大勋，你这窃国老贼！老夫若是皱一下眉头，便不配读这圣贤书。哎呀！好，很好，都砍了吧。哈哈哈！萧彻小儿，老夫还以为你会带来多大的惊喜呢。就这，老天爷，你快批啊！再不批，萧彻和秋葵就真的没命了。杀！如此靓丽，放箭！我靠！反派一般不是要在杀人前嘲讽几句主角，回顾一下心路历程的吗？老贼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就动手了？这贼老天到底怎么回事？
老娘明明把金属透骨针缝进他平天棺里了，怎么还不劈死啊？哎呀！救命啊！小城不许死！有鬼小城，你们俩千万别死车上啊！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我们往北走，去边关。阴气天时，天降异象，太师登基大典被迫延期至1月之后举行。高能预警，战斗力爆表的终极野生大 BOSS 出现了，宿主快跑啊！皇上小心！哎呦，疼死老娘了！你是希尔？来了来了！年度狗血大剧名场面，失散多年的青梅竹马在杀父仇人的追杀中宿命重逢了。你是无痕哥哥吗？我知道了，希尔，你真的不跟我走吗？我要跟在青罗姐姐身边保护她。那好吧，太师府的证据我会去查，如果有问题，我随时会回来取他的命。皇上，突厥30万铁兵已经兵临城下，我们的大军被包围，粮草断绝，最多再撑3天，北京就彻底完了。系统，系统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快给老娘出来救场！系统正在享受带薪年假呢，没啥大事，请不要打扰我好吗？我尼玛，老子在这里拼死拼活，狗系统竟然跑去旅游了！系统大大，突厥打过来了，能不能搞个退敌的外挂？外挂可以有，但得看看你的余额先。我余额怎么了？我记得我还有635点积分。上次那个神级绣娘优惠包150，我还剩400-500积分啊！呵呵，天真，绣娘包是150没错，但你当时着急给太师装引雷针，为了跳过那60余秒的广告，你勾选了 VIP 免广告服务，这个扣了150积分，一共扣了200积分，你现在只有335点了。我靠，你这简直是霸王条款！行行行，335就335，给我来个能打仗的。现在还剩多少人？城墙守军加城里的百姓，能战斗的不到5万人了。明天朕御驾亲征，和他们拼了！拼，就知道拼，打仗一点不带脑子。5万对30万怎么拼？你说就这么几天，老娘都救你多少次了？哪里来的女人，竟敢插手边关战事？来人！大总管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突厥骑兵骁勇，但粮草线拉得太长，我们可以逐个击破，比如这样。全军听令！朕现在封青罗大总管为镇北大将军，拥有前线最高指挥权，所有人听青罗将军调度，违令者斩！大家听好了，每只动物尾巴上绑法扫帚，今天的任务是赶着动物绕着城墙长跑3万步，要跑得地震起来，动静越大越好。这是大宁皇帝，太师不是说皇帝已经死了吗？情报有误，撤！快撤！杀！痛快啊，皇上，真是太痛快了！青罗大将军太牛了，一次就干掉了2万突厥狗。朕平日最看不起这些小伎俩，却没想到这么好用。青罗大将军，
下一步怎么办？现在还不是开心的时候，趁着突厥大军退后，我们得马上部署下一步。大将军，您快下令吧！现在指哪儿我老牛就打哪儿，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，老牛我眼皮子都不眨一下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现在我们得打个时间差。牛大力，给你5000人，火速赶往25里外的黑风谷，占据两侧悬崖的有利地形。是。另外再拨5000人作为后勤，去把所有发霉的辣椒面、花椒粒以及烘干的动物粪便全给我找来，按1:1的比例混合，装进几千个大麻袋里。装完后，火速运到黑风谷。我再让邱奇带5000精锐去20里外的桑干河上游，那里地势高，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河道截流蓄水。等突厥前半截大军通过下游平原时，直接掘开堤坝。皇上，已带15000名弓箭手，带足所有的羽箭，在距离边关15里处的平原低洼地带提前埋伏。等秋葵水淹突厥大军之后，你就带着弓箭手前去，将他们射成刺猬。知道了。狗皇帝死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狗皇帝如今身负重伤，以你的武功怎么可能失手？因为当年害我全家被满门抄斩的另有其人。不可能！当年明明是狗皇帝亲自下的圣旨。太师，铁狼，你什么时候去我家提亲啊？我昨晚跟我爹商量过了，他答应我，下个月就带上聘礼，亲自去太师府上向你爹提亲。后天老夫就送你进宫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竟敢给朕下药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娘娘，出事了！叶家因为痛敌卖国，被皇上下旨满门抄斩。铁大人和吴恒少爷全被大火烧死在府里了。铁狼，一刀杀了他，太便宜他了！我要让狗皇帝亲眼看着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一个个惨死在他的面前，再让他慢慢的毒发身亡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铁家那小子可能发现了什么。昨晚他夜探了我书房3次。嘿嘿嘿嘿，有剑一和剑二守着，你怕什么？如果你实在不放心，那就杀了他。给老子放！哼，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那个大宁皇帝死而复生，还带了100多万大军，把你们5万先妃给杀了大半？大汗明战啊！大汗你不知道啊，当时那城门一开，大宁皇帝就带着人冲出来了，那动静震天动地，连太阳都被遮住了。俺的心现在都还突突直跳，连俺的战马都吓尿了。吴乐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大汗，看那架势，俺估摸着这最少得有300万大军啊！放你娘的草原连环螺旋屁！300万，2个贪生怕死的废物！本汗已经用最高级别的海东青飞鸽传书给京城的太师了，算算时间，
回信马上就到了。你们两个最好的祈祷情报是真的。如果让本汗发现你们是因为贪生怕死敢骗我，谎报军情，本汗就亲手把你们的皮剥下来当战鼓敲，砍掉了你们的脑袋当夜壶。大宁皇帝只带了2人去边关。来人，整顿兵马，即刻去取大宁皇帝的人头！给老子放！怎么回事？后军怎么了？涨水了！抱呼大喊，向高处撤！快把重茧脱掉，从泥潭里爬出去！救命啊！是大宁皇帝，快逃！放。皇上，一切都在青罗姐姐的沙盘推演之中。她料定可汗深陷死局，必定会疯狂吹响代表最高级别的求救牛角号。不错，突厥生性桀骜，但极其护主。一旦主帅遇险的号角吹响，他们留在后方守卫粮草的几万援军，必定会不顾一切的赶来救援。秋辉，你去吧。顶住！都给本汗顶住！援军马上就到了！大汗，你看，白狼山的方向。粮草，冤枉我突厥啊！报！启禀将军，前线大捷！说重点。难道萧彻那小子长能耐了？不是的，将军，是有个女诸葛，长得胖乎乎的，拿着个小木棍随便比划了3两下，就把30万突厥大军打趴了。女诸葛还胖胖的，那她有没有婚配啊？这……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击！是时候去和皇上，还有那位胖胖的女诸葛好好见个面了。大汗，快上马！既然来了，就都把命留下吧。随本王上！
大哥，哈哈哈哈，好小子，几年不见，越来越有大哥当年的风范了。大哥，你不是在1年前的那场伏击中坠崖了吗？那场伏击是太师那条老狗勾结突厥，泄露了我的行踪。当时我身陷重围，是我麾下一名兄弟主动扒下了老子的盔甲套在自己身上，纵马跳下了万丈悬崖。老子将计就计，日夜兼程地调回了2万赤手军死士。哈哈哈哈！且等老子到了边关，好家伙，30万突厥主力竟然被你们打得哭爹喊娘！哈哈哈哈！真是痛快，太他妈痛快了！这位就是传闻中那位随手比划2下就灭了突厥主力的女诸葛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不知将军是否婚配？救命啊！霸道王爷爱上胖丫头的古孔剧本，老娘不接啊！大哥，你别吓着他了。来人，今晚大摆庆功宴，朕要和大哥不醉不归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，老子得去把这群突厥狗杀干净了再喝。哈哈哈哈哈！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？兵贵神速，我决定明天就带上1万铁骑，直捣京城，将老贼碎尸万段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太师有几万禁军和无数高手，你带着1万骑兵回去，他只需在途经点设下埋伏，你们能不能活着进京城都是问题啊！朕意已决，不需你再多言。萧彻，你不要冲动，你这样会害死兄弟们的！来人！青罗恃功自傲，屡次以下犯上，藐视皇权，即刻起，贬为庶人，立刻生效。好，很好。秋葵，我们走。狗皇帝就会卸磨杀驴，说了又不听，听了又不做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你要送死就去吧。老娘这破班上够了！哪儿来的臭叫花子，敢偷老子的包子！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！敢在老子地盘上偷东西！青罗姐姐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呀？去哪儿不知道，先得去填饱肚子吧。别打了，这快打死人了！无痕哥哥，那晚我秘密潜入太师府，但没想到书房竟有2名绝顶高手，无法得手，于是赶回暗影阁求义父帮助。义父，我想借调几名天字杀手去太师府。哦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怀疑太师是当初害我全家的凶手，想去求证。你我缘分已尽，你好自为之。看来狗太师和你义父之间有猫腻呀。秋葵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去找我师父，他应该知道一些秘密。好，带上他，咱们去天机阁。欢迎各位，本阁主恭候多时了。你们可知，我天机阁乃是先皇留在民间，专门为了牵制江湖势力的绝密组织。而当初先皇心中最忌惮的，便是暗影阁。暗影阁底蕴极其恐怖，他们不仅拥有天地玄黄4个阶层的顶级杀手，太师身边的顶尖高手剑1和剑2也是出自他们之手。更可怕的是，暗影阁的老阁主以及那位神秘的少主，武功更是深不可测。无痕哥哥就是以前的少阁主。你竟然就是暗影阁的少阁主！死到临头还敢瞪本宫？他经脉间断，又急火攻心，快撑不住了。你竟能激活他的经脉？只要没死透，我都能救过来。不过我恢复不了他的武功。这孩子命太苦了，老夫决定收他为关门弟子。有神医的医术加老夫的洗髓丹，定能让他快速恢复武功。报，阁主，京城传来急报，皇上带着1万铁骑夜突袭击太师府，结果中了太师的埋伏，死伤惨重。牛不利将军为了掩护皇上撤退，身中数十箭，力战而死。
皇上如今被太师用玄铁穿了琵琶骨，关在了太师府的天牢里。大将军，您快下令吧！现在指哪儿，我老牛就打哪儿。我尼玛的狗皇帝！这个狗皇帝，他自己想死就算了，竟然连累了老牛，老娘真想亲手掐死他！青罗神医，冷静。太师府放出皇上被俘的消息，这绝对是个极其阴险的阳谋。但皇上是大宁的正统，我们必须得救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。我可以试试联系显妃，先确定皇上被关的位置，再寻求破解之法。父亲，我要去地牢亲眼看看狗皇帝的落魄模样，好好的羞辱他一番。好，难得我儿有此兴致。简一，你亲自陪娘娘下去。娘娘，请。是啊，你这个狗皇帝，你也有今天！青罗和天机阁正在想办法营救你。娘娘，他怎么了？死到临头还敢瞪本宫？怎么，本宫打他一巴掌，你也要管吗？太师府外围有3000禁军，内部有暗影阁顶尖杀手。就算我们能潜入进去，悬水死牢的万金断龙石如何破？就算破了门，那锁住皇上琵琶骨的千年玄铁，老夫即便是拼尽全力，也需要至少半炷香的时间才能斩断。更别提还有剑一、剑二那2个怪物。无论怎么算，都是一个十死无生的局啊！系统大大，你快出来，赶紧想个破局的办法！宿主莫慌，本系统带着 VIP 至尊救援方案闪亮登场。少废话，快说怎么破这个局？以大宁朝现有的硝石、硫磺等材料，是完全可以大规模制作火雷的。虽然威力不算太大，但量大也是管饱的。好主意，快把火雷的制作图纸和爆破知识给我加载过来。丁，正在为您调取工程爆破优惠包。友情提示：跳过广告需要300积分。我尼玛，老娘打败30万突厥士兵，总会奖励点积分吧？宿主，你打败突厥，保住边关是奖励了500积分，但是被皇上削去均值，扣了300，现在还剩235积分。不过别急，鉴于您信用良好，可以为您办理分期贷款，只需轻轻一点，立刻放款。行，你狠，老娘贷，欠你65积分，行了吧？赶紧的吧！丁，交易成功，扣除235积分，产生欠款，负65积分，正在为您进行瞬间记忆灌输。天机阁主，别推演那些没用的了，我现在有一种更好的方法，阁主快去召集人手，越多越好。就这个小玩意儿，真能爆炸吗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这震天雷虽然威力尚可，但太师府高手如云，我们根本扔不进地牢啊！谁说要扔进地牢了？第1战队震天雷轰炸大队，烦请天机阁主、轻功卓绝的清溪师姐、小龙师兄，你们3位带上大量的震天雷到太师府外围，12个时辰不间断的往太师府里扔，给我把太师府的茅房、厨房、书房挨个炸一遍，不求炸死人，只求听个响。这个俺擅长，俺力气大，保证把太师的尿都逼出来。第2战队土拨鼠工程小队，这才是咱们真正的目的。阁主，你们在外围扔震天雷，更好能完美的掩盖住我们在地底下挖密道的噪音。我带着秋葵，从太师府旁买的宅子里直接挖一条通往地牢的密道，外头炸得越欢，咱们底下挖得越快，直到挖穿天牢的地板，悄无声息的把皇上给偷出来。哪个天杀的王八蛋扔的什么东西，差点把老子炸到茅坑里了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有刺客啊！来人，快去看看怎么回事！谁能告诉我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天机子老匹夫，拿命来！
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夫恭候多时了。80，听着上面的鼓点，给我踩准节奏。妈呀，大的来了，快隐蔽！我不干了，太恐怖了，我要回家。停，全都别动！我的鸡腿呀！没事了，继续挖。别碰铁链，把嵌在墙里的铁链根部给老娘抠出来！不好！你来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自负了。如果当初我肯听你的劝告，没有执意带那1万铁骑回京，牛大力就不会被乱箭穿心，那1万将士就不会白白送命。我自诩能掌控全局，却亲手把兄弟们送进地狱，我算什么天子？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。皇上，你看着我，你是大宁的皇帝，决策失误导致下属赴死，这个责任你确实要担。但牛大力和那1万兄弟的命，你也必须记在心里。但是，真正的上位者可以流泪，可以认错，却绝不能沉溺于悔恨中无法自拔。距离太师的登基大典只剩7天了，大宁的百姓们还在等着他们的真命天子回去主持大局呢。好，朕都听你的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太师那老狐狸竟然把萧氏和刘皇搜刮得一干二净，老夫和弟子们跑断了腿，都没有买到1两。没有镇天石，7日后的祭天大典，凭咱们这几号人硬闯，都不够老狐狸塞牙缝的。那朕易容成亲卫，趁老贼松懈时杀了他。这是下策，我们不能以卵击石。我来想想办法。系统，快出来！欢迎光临。我还有多少积分？宿主完成主线救驾任务，获得1000积分，但宿主欠贷65积分，利滚利加自凝金扣除100积分，当前可用余额900积分。你这什么黑心资本家？几天没还就涨到100了！宿主系知识能改变命运，检测到您当前面临绝望困境，本系统特推出海陆空学科大礼包，售价刚好900积分，宿主你考虑一下吧。好，买，快点老娘灌输吧！各位，我们送太师一个海陆空大礼包。不行了，我要去茅房。第一路头药组。铁无痕，这是全蟹出击的配方，无色无味。今晚你潜入皇宫联系贤妃，你让贤妃动用上食局的亲信在酒菜里下药。我要让那5000禁军还没拔刀，就先变成捂着肚子找茅坟的软脚徐。第二路爆灯组，小龙师兄负责造100个孔明灯，里面装满毒蘑菇提炼的奇影粉。大典当天，顺风空投到祭天台上方，再组织人手射爆它。我要让所有的禁军一边拉肚子，一边在地上挠痒打滚。这个好玩，俺保证把他们全射成烟花。第三路航天组，皇上，秋梅，这几天你们要熟练掌控这架简易滑翔机。大典时，你们从半空俯冲，带着高浓度的皂角液和催化剂，飞掠祭天台时，将2桶药水混合洒下。药水在空中混合，落地瞬间会膨胀上万倍，变成漫天遍野的彩色泡沫。在泡沫里面的人到时候都会抓瞎，但只要有人飞起来，皇上你们就用连发弩把他们射下去。等你们飞到太师附近后，就配合铁狼，趁机去取太师的狗命。好，朕要让这祭天大典变成老狗的忌日。吉时已到，祭天！
不行了，我要去茅房。怎么回事？好痒，痒死我了！好痒！护驾，剑一剑二何在？秋葵，倒！杀！老贼，拿命来！不要！天狼，对不起。老贼，你真该死啊！阁主救救我！只要你杀了他，大宁的江山我分你一半。分我一半？魏大勋啊，魏大勋，哼，你真以为这几年你在朝堂上呼风唤雨、毒害皇上，都是你自己的本事吗？你不过是本王推出来的一条狗罢了。可惜你这条狗实在太蠢，每次都差点把本王的大事搞砸。本王忍你很久了。靖王叔，你不是6年前就出海炼丹了吗？炼丹？这世上哪有什么仙丹？本王这6年仙丹没找到，却找到了更有意思的东西。这是蛊毒，这疯子把人变成了生化武器。保护皇上，撤退！哪里走？带皇上走！快走！阁主，你没事吧？带阁主和皇上走，以后有鸡腿，你们替俺多吃几个。废话少说，让他们快走！阁主，你撑着点儿，这药能化解尸毒，但是毒气已经侵入您的丹田，现在要散尽您的内力，才能保住性命。
阁主，您在做什么？若不能匡扶正道，老夫留着这条残命有何用？铁无恒，阁主，过来，老夫的100年功力和天机阁的底蕴就全数交托于你了。太慢了，兵部尚书何在？臣在。传朕旨意，再到周边10城强征10万青壮年，朕要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。希望大哥带着赤焰军能早点赶过来。宿主请冷静，冲动是魔鬼，放下刀，我们还能做朋友。是不是我在这任务里死了，你不仅拿不到提成，还要被主脑当成人工市章，格式化，对不对？这破班老娘不上了，咱们同归于尽吧！爹，祖宗，快把刀放下，我还在还总部的服务器贷款啊！停，最高权限已破解，本系统将免费为您提供幽冥蛊毒深度成分分析，并量身定制物理破解方案，不收1分钱。分析结果，晋王的幽冥蛊本质上是一种依靠特定低频声波交流的寄生虫，它最怕的就是极其宏大，能产生强烈物理共振的高频重金属打击乐。天机阁弟子们听令，给我铸一本史无前例的超大号青铜钟，越大越好。现在我们就等大皇子带兵杀回来了。诸位，皇宫现在是龙潭虎穴，里面全是晋王的爪牙。我们这次行动主打一个出其不意，谁也不许出声，偷偷摸摸的杀进去，明白吗？哎呀，今晚的月色真美啊，把我的眼睛都亮瞎了。对呀，我们这几天耳朵也不太好使。保持队形前进。来得好，今天就让你们这些人全部变成朕的无敌大军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等你了，先布，给老娘撞！1、2、3，走你！冲发！继续撞！冲发！鸟贼，受死！朕乃天命之子，岂会败给你们？青罗小心！都给朕退下，否则朕现在就掐断他的喉咙！系统，老娘现在被终极 BOSS 绑架了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不然我们就得一起回炉重造啦！丁，免费为您开启隐藏外挂德鲁迪的一语10级授予精通。二位兄弟，别抢那点馊馒头了，我给你们派个活儿，出去找一个拿金剑的皇帝和一个戴面具的帅哥，给他们带路来这儿。只要事成，我封你们为大宁御前镇国神兽。整个皇宫御膳房的粮仓就是你们的快乐老家，极品香油论缸喝，进贡的大米堆成山，让你们在里面打滚！想杀本王，你
们也得一起陪葬。你找死！天下初定，百废待兴。今日朕有2道明旨需昭告天下。其一，杨铁两家满门忠烈，昔日却遭奸人构陷，蒙冤在雪。今日朕要为他们平反昭雪。传旨，追封杨震为镇国公，铁怀义为护国公，配享太庙；加封秋葵为平阳郡主，赐府邸；封铁无恒为一字并肩王。见君不贵，可以派剑入朝。皇上圣明。其二，乃是朕的罪己诏。昔日朕偏听偏信，受太师那逆贼蒙蔽，致使杨铁两家200余口忠魂冤死刀下。今日朕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向这200多口在天之灵俯首谢罪。当真不留下来助朕一臂之力，我想带他到处去看一看。不过皇上放心，若他日大宁烽烟再起，我自会回来下注。青罗姑娘，我大宁的风气向来是以丰腴为美，你那圆润的下巴，稳如磐石的身段，简直是集天地福气于一身的绝世佳人。这头野猪它里面装的全都是本王对你沉甸甸的爱，嫁给本王，天天给你打野位，保准把你养得更加雍容华贵。皇兄，你这不叫求亲，你这叫喂猪。如此粗鄙之物，怎配得上青罗？青罗，你可知这碗极品血宴里缺了什么？缺了朕对你的一片痴心。朕这万里江山，唯有你这般有容乃大、福泽深厚的女子，方能镇得住气场。救命啊，系统！再不解决外面那2个发情的神经病，我就把他们俩都毒哑！青罗姑娘，你们先冷静一下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朕的皇后竟然这么美，这波血赚！你是青罗？你怎么瘦成了一根劈柴呀？太干瘪了，太单薄了，这风一吹就折了呀！完了，本王的梦碎了。皇帝，是为兄看走眼了，边关军务紧急，臣先行告退了。其实，无论你是丰腴还是清瘦，在朕的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朕唯一的皇后。传朕旨意，封青罗为大宁皇后，昭告天下，3日后举行封后大典。